啊，沉啊！妹妹，怎么还有这么多啊？被塞进去。妹妹回家睡觉了。拿不下，等会儿我来拿。好。来。往这放吧。这有4箱，我先拿这个吧。这鸡蛋小心点。哎，这边这边放一下嘛。好。好嘞，收工，上车。哎，等我2分钟吧。行。不是外派到外地公司了吗？回集团述职。是不是离婚协议里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条款？我只想跟你说，你完全没有必要辞职，你还是适合回新闻岗。如果你需要我帮忙，不用了，我现在工作蛮好的。以后每个月我会固定把钱打到这张卡里，这个给你。我不需要。夫妻一场，这是最基本的补偿，你值得。你从小学到的是知人善用、资源调配、关系制衡，但我从小到大学到的是要抓住一切的机会，努力的往上爬。我知道是我不自量力，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我都是会输的。一开始我撒了谎，所以无论我落到什么样的结局，都是我咎由自取。你不用这么愧疚的，我只是想要摆脱曾经那些错的，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我走了。不好意思啊，师傅，走吧。一开播就登上热搜，刚出场他将自己伪造成名媛千金的人设，为了能够成功嫁入豪门，不惜雇人伪装自己的父母。资料上个星期就已经给到过了，我希望2位能够熟背。您的专业是 Environment Build。来沈家前，许妍专门对2人进行了训练，不仅在穿衣打扮上多加注意，还有喷的香水都准备妥当，为的就是不让沈家父母看出破绽。他将自己打造成千金名媛，父亲是国外知名大学教授，自己则是刚从国外回来。这些话表面上看似没有破绽，可身在豪门的沈家父母也不是善茬。沈母端起茶杯微微一笑，因为她不相信许妍真是出身名门，于是她开始了自己第1轮测试。这所大学我去年去参观调研过，校内食堂很糟糕，都是白人餐。校外 Master Student 倒是有家中餐馆，北京烤鸭非常地道，你们去吃过吗？此话一出，许妍丝毫不紧张，因为她早已做好准备。为了迎接这场见面，她还不惜带着2人出国实地考察，而效果也是极好。女人应付自如，直接说出了那家饭馆的名称，还指出了沈母话中的试探。那家是川菜馆，没有北京烤鸭的，招牌菜呢是麻婆豆腐。可尽管如此，
沈母还是不敢随意相信，因为这些信息随便查一下就能得到。接着他询问许岩父亲的工作，质问为什么自己上次去学校的时候没有看到他这个所谓的教授，而且在网上也查不到他的信息。许岩父亲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赶忙看向许岩。一旁的许岩丝毫不慌的答复，父亲平时是不授课的，只是担任校内研究所的研究员，所以可能国内的百度上确实查不到。说着又拿出自己假造的简历，更是拿出提前准备的许多著作，而书上的签名也是许岩提前找原作者签名，让假父亲练了许多遍。而这个原作者的女儿是他的大学同学，人家也正好在这个大学的研究所工作，这个名字也是顶用了人家的身份。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和沈浩明恋爱后，第一次来到沈家就被沈母的朋友来了个下马威。我们家布丁啊，就是个傻狗，除了长得好看，啥也不是。还行啊，挺聪明的哈。来，就连沈家的下人也对他冷眼相待，因为他看起来就不像有钱人家的小姐。你跟在这里面进进出出的夫人小姐们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你的头发有点干枯毛躁。沈母觉得儿子配对的应该是豪门千金，而不是这样的小门小户的女孩，便对许岩百般挑剔，甚至将她当成下人使唤。我在会所点了几个菜，一会儿做好之后你去取，一会儿啊把餐取回来之后就交给阿姨。你先回去吧，我会告诉浩明的。离开前，沈母特意约许岩周六见。很快两人第二次见面，许岩为了这次见面精心准备，他听从了保姆的话，还给自己的头发做了高级回礼。可沈母却不是一个人来的，为了让许岩知难而退，他叫来了许多女孩。这些女孩不仅年轻漂亮，还各个家族背景强大，不是金融投行就是国际精英律师，这些人都能在各个方向帮助沈浩明。等所有人走后，沈母也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看法。从上次开始，沈母一直都在观察许岩，便认定他的家庭一点不好。许小姐，你的问题就是太会隐忍。刚才这几个女孩子身上都有一种看淡一切的松弛感。沈母就是要逼走许岩，因为他的儿子就要听从他的安排，迎娶能帮助他们沈家的人。本以为他的举动能逼走许岩，却没想到许岩为了嫁入豪门，竟开始捏造自己的人生。Syracuse University 是我父母在国外任职的学校，这也就有了刚开始许岩雇人假扮父母的事。而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谎。许岩的出生并不被父母期待，他刚出生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父亲不想要他，是外婆将他救下，但他渴望一个美好的家庭，便在作文里虚构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后来他还将自己的姓改成了和外婆的一样。18岁的我改了名字，从乔岩成为许岩，跟姥姥姓。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姥姥过上好日子。因餐桌上的一个小举动，女人便察觉到未来儿媳在说谎。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吗？我感觉你跟父母之间不太熟，作为母亲连自己的女儿不吃鸡蛋都不知道呢。虽然许岩对于父母的回答天衣无缝，但沈母一直都对他的身份抱有怀疑的心态。于是在饭桌上，他一直都在观察许岩一家，试图在他们身上看出一些破绽。很快他发现许岩的母亲不停地给许岩加鸡蛋吃，可许岩却纹丝不动，很明显是不能吃鸡蛋的。有的事情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我要听实话。这番话说的许岩差点招架不住，但他很快就有了对策。先是对沈母说对不起，说自己说谎了，表示自己从小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父母为了前程抛下他很早就出国工作了，所以自己基本没怎么见过他们。接着他对沈母打起感情牌，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父爱和母爱。如果这次不是因为浩明，不是因为要结婚，我想我根本不会联系他。其实许岩在这里也算是说了真话，他从小确实跟姥姥一起生活，父母将他生下就不管不顾，只将姐姐带在身边。但6岁的时候，姥姥为了让他能有学上，坚持让女儿把他带了回去。许岩本以为回到家里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到了才发现，在这个家里他仿佛是个外人，父母只疼爱姐姐，他们还嫌弃自己是个累赘。本以为只要好好学习拿到好的成绩，就会得到父母的疼爱，可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钱，父亲为了能让姐姐考大学，还特意到学校不让她再继续读下去。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我正在跟你的老师谈话。你凭什么不让我参加高考？凭我是你爸，凭我是一家之主。任凭许岩怎么哀求，父亲就是无动于衷，还一个劲地说家里穷，让许岩懂点事。可许岩却不明白，明明自己和姐姐都是他们的孩子，为什么姐姐就能考大学，能得到他们全部的宠爱？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对我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人给调理？我难道不是你的亲生的吗？我究竟是什么坏孩子？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怎料父亲听完后，非但没有感到愧疚，反而觉得许岩不孝顺，恼羞成怒下直接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彻底将许岩的幻想破灭，他不再期待父母的爱，好在家里还有姥姥陪着他。
她哭着跑回家，不停地拍着门呼喊着姥姥。来了来了。许岩抱着姥姥，发誓一定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自此后，许岩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兼职，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一家电视台当策划，但他的目的是当一名主持人，奈何没有人脉，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而没有背景的他成为主播的发泄筒。为了保住工作，许岩只能忍气吞声，但很快事情就迎来了转机。在一次采访中，他结识了一名超级富二代沈浩明，男人帅气多金又体贴温柔，见他很冷，直接关掉了空调，宁愿自己热得脱衣服也没有一句怨言。会议结束后，许岩因为发烧直接晕倒了，沈浩明赶忙将他接住。等许岩醒来后，看见了自己手上的卡通创可贴，心里顿时暖暖的。这是许岩除了姥姥以后第一个对他有善意的人，所以不免对眼前的男人产生了别样的感情。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积血流血，所以帮你贴了创可贴。经历过这次后，两人接触久了就慢慢在一起了。沈浩明更是带着他回家见父母，可沈母却对他不满意，处处刁难他。而为了嫁入豪门，许岩不得不捏造身份，将自己打造成白富美。可身在豪门的沈母对许岩的身份很是怀疑。一顿饭后，他开门见山地询问许岩。许岩见状，为了圆谎开始卖惨，而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只有眼前的父母和身份是假的。他的卖惨也成功打破了沈母的怀疑。父母也有父母的难处。还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好不容易买了一条名牌围巾送给未来婆婆，怎料婆婆连看都没有看一眼，还纵容自己的好姐妹羞辱她。许小姐，你搞错了，你未来婆婆平时喜欢的基本上都是纯色款。马总啊，如果他平时都没怎么留意过，又怎么会知道呢？哎呀，那就要注意呀，要不然将来还是会出洋相的。听完这些话的沈母更是没有理会许岩，直接跑过去跟狗一起玩。此刻的许岩站在这里无比的尴尬，好像自己连这些狗都不如。自从许岩和沈浩明相恋后，第一次感受到了被坚定的选择和爱。但身在名利场，她不仅想要借助男友跨越阶层，还想跟男友有一个未来。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好，父母疼爱姐姐对她弃之不顾，她也想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她花费很多心思来讨好未来婆婆，不仅捏造名媛千金人设，还卖惨以此来获得沈母的信任。可沈母打心眼里对许岩的身份有所怀疑，便通过各种办法小心试探着她，想要查出破绽，可每次都被许岩巧妙化解，让她觉得许岩这个女孩子十分聪明，很难对付。这天她正在跟朋友们一起遛狗，许岩过来后，她就开始端着架子什么也没有说，让自己的朋友们将许岩羞辱了一番，接着就去逗狗，将许岩独自晾在一旁。我觉得这个女孩各方面品味都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急着订婚期。而许岩第一次买奢侈品就被嘲笑，对此很是无奈，于是他趁和保姆出去买菜，问问他沈家人的爱好，迫切想要从中获取一些信息。可保姆因为上次和他说话被沈母发现，早就被叮嘱过，什么事情都不敢跟许岩说。但这一趟他也没有白来，在保姆口中得知，沈浩明之前交过好多女友，但都因为沈母不满意，再加上他那些好姐妹在背后出招，就把这些女孩通通赶走了。许岩一听瞬间明白，要想攻略未来婆婆，就要先融入她这些好姐们的圈子里。自此后，许岩便开始对这些豪门阔太们马首是瞻，他们在打球，自己就在旁边捡球跑得很欢，根本不知道人家正坐在一旁讨论他。我看这姑娘不显山不漏水的，还挺有成。虽然许岩没有融入到他们的圈子里，但他这趟也没有白来。他发现沈母一直都是大家吹捧着的对象，直到曲总的到来，她的闺蜜们看见曲总后瞬间一拥而上。虽然沈母表面上伪装得很好，丝毫没有变化，但她还是能感受到她很不开心。于是她立马想到了办法，为了能搭讪到曲总，她做了许多攻略，发现曲总对昆曲十分喜欢，尤其是水袖。她来到昆曲培训班，看到曲总很是卖力地跟着教练练习水袖，刚好她小时候也学过一些基础，便想着借这个机会报一个班，专门学习水袖。而她上来也直奔主题，只学习水袖这一种。可不可以直接教我水袖、水袖花，哪怕是不吃不睡，多长的时间能练好？最快也得1个月。自此后，许岩很是努力，在教室练习，在家里练习，工作的时候也在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终于被曲总看见。曲总看到这个小姑娘练得很刻苦，而且零基础就很好，忍不住想邀请许岩来参加自己举办的昆曲大赛，还向她请教水袖花的技巧。随着两人相处逐渐熟络，许岩也偷听到她最想要的资源，那就是莱茵国际学校的入学名额。她灵机一动，找到沈母的闺蜜美玲姐帮忙，因为美玲姐有莱茵校董的人脉，而她的丈夫也需要曲总丈夫的投资，所以她建议美玲姐带着校董来参加自己的节目，她则跟曲总牵桥搭线。一切准备就绪后，许岩又找到曲总邀请他参加，告诉他这档节目不仅莱茵校董会去，自己还给他量身定制了昆曲环节，这让曲总很是心动。节目开始后，许岩更是利用节目环节帮助3个各需所需的人建立关系，而这档节目播出后效果也是极好。
收视率一路飙升，许妍也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而她更是将利益最大化，来到沈家给足沈母面子，给她的好闺蜜们名额上节目，并且将这些好的事情都推给沈母。沈母听完后很是受用，觉得许妍很是有格局，第一次让她坐到自己身边。会办事的人不少，有格局的不多。想要抓住每一次翻盘的机会，就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不过就是拿你有的换你要的。许妍，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这么有野心有手段？我能挖独家，能做全链条，有专业能力，我凭什么不争不抢？我从来不觉得有野心有手段是句坏话，就当你在夸我吧。原来许妍通过策划的家宴节目，收视率一路飙升，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主持人位子，还不用看电台一姐的脸色。可对方却很不服气，认定许妍就是靠富二代男友才有的今天，甚至以前辈的身份提前来抢许妍的化妆时间。许妍不想为难化妆师，便让她先化妆，可孙思维却不依不饶，嘲讽许妍就录了一次节目，就以为能和自己平起平坐了。许妍听完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拿出自己的成绩，表示不仅仅是这个节目，还有其他节目邀请她，而且自己的节目播的时候平均收视率是4，孙思维的却是1，谁有实力这不是很明显？孙思维听完后瞬间破防，嘲讽许妍要不是绑上了个富二代男友，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收视率？还造谣许妍的策划案是不是都是男朋友买的？但许妍丝毫没有生气，而是微笑着对了回去，气得孙思维直接摔了化妆刷。可他明明记得许妍刚来公司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有一对父母在国外，还成了高知家庭。小助理觉得许妍有没有可能是富家千金隐瞒身份，勤工俭学体验生活？毕竟她要嫁的还是建筑业的太子爷，身份肯定是经过调查的。但即使这样，孙思维还是对许妍的身世抱有怀疑。另一边，沈浩明来接许妍，许妍很是高兴，还让他帮自己选一下下一次节目的菜系。而沈浩明为了庆祝他成为主持人，特意挑选了一串珍珠项链给他戴上。但许妍却表示自己最想做的就是新闻主持。沈浩明听完后鼓励他，既然想要就努力去做。可许妍深知自己跟男友的出身不同，她根本不会体会到自己一路的艰辛。新闻主播竞争是很激烈的，更别说我这种从来没有播过新闻的人，难上加难的。对于别人或许很难，但对于你，我一直对你很有信心。我总觉得你可以把不可能化为可能。两人现在看似幸福，但许妍内心却无比纠结。如果男友知道自己的身份后，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自己？隔天，许妍来到沈家，无意间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瞬间就起了生理反应。但为了不让沈家人看出异样，她只能强忍着内心的不适。这时，沈父询问她知不知山西的大云县，许妍直截了当的承认，并且说自己姥姥就是那里的人。进行了新的改造。现在大云县发展的非常不错了。是的，变化挺大的。另一边，乔家父母在县城里开着一家理发店，在他们眼里，许妍在比乔林优秀，依旧偏心乔林。我记得小的那个去上班了。你说有什么用？平时连个电话也没有，就逢年过节啊发一条信息。还是我们家琳琳好，安安心心的待在父母身边，那才是我们的小棉袄。与此同时，乔林在上班的时候被骚扰，他忍无可忍，直接回击了过去，没想到反被对方倒打一耙，被抓到了警察局。最后还是男友将她接了回去，可回去后非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被男友父母一个劲的指责，觉得这件事闹到警局很是丢人，认为他就是个惹事精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根本不给乔林说话的机会。而乔林的男友也是个窝囊的，两人在商量婚事的时候，男友一切听父亲的，将婚礼的花费细节全部都报给他，就连收的礼金不跟自己商量，都要悉数交给父母，甚至面对母亲对乔林的诋毁也一句话也不说。此刻的乔林再也忍不了，终于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阿姨，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你别在这阴阳怪气的行吗？我阴阳怪气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成天横冲直撞的，怎么什么事都不过你大脑啊？今天的事情明明是乔林受了委屈，可男友父母却一个劲的怪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到男友的事业。夫妻俩的嘴根本就像机关枪一样，嘟嘟嘟的说个不停，让乔林根本没有一个缓和的余地。乔林看了看窝囊的男友，终于忍不住选择分手不结婚。可乔家父母得知后，嘴里边都是说男友是银行工作，要多好有多好，根本没有顾虑过他愿不愿意。于是乔林决定离开这个家，去大城市找妹妹许妍。妍妍，乔妍。为了成功嫁入豪门，穷女孩将自己伪造成名媛千金。可就在她成功骗过未来公婆，即将和男友结婚的时候，乡下的亲姐姐却找了过来。妍妍，乔妍。乔林很高兴能再次见到妹妹，可许妍压根不想见到她。她现在只想先把乔林支走，因为男友马上就要过来接自己了。但乔林拉着她就往外走，可越不希望什么就越来什么。两人刚走出去，就迎面撞上了沈浩明。妹妹好。这位是我是表姐。他来找我，
乔琳没想到妹妹竟然告诉男友自己是她的表姐，但她并没有当面拆穿。随后许岩将沈浩明支走后，带着乔琳来到酒店。乔琳再也忍不住质问许岩，为什么不跟男友说自己是她的亲姐姐？我和姥姥落在一个户口本上，我姓许，不姓乔，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应该知道，我的亲人只有姥姥。乔琳听到妹妹说的那些话，心里不伤心是假的，但她是既得利者，根本不知道许岩这么多年来所受的苦难。在她眼里，许岩就是乔家的一份子，是她的亲妹妹。可自从乔家父母将所有宠爱都给了她后，许岩就不再对那个家抱有希望了。而乔琳也没有想到妹妹会对自己这么抵触，要是知道，她说什么也不会过来找她。现在没有外人在，许岩也懒得装，直接说明自己并不欢迎这个姐姐的到来。如果她只是待几天就走的话，自己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仁至义尽了。希望乔琳能够识趣自行离开，因为她没有义务照顾这个不是亲的姐姐。说完就走了，但临走前再次强调了自己现在姓许，我姓许，许岩。乔琳听到妹妹说这些话很是震惊，心里边就以为她是绑上了有钱的男朋友，想要赶紧撇清自己这个贫穷的亲戚。下了电梯后，许岩给姐姐转了1万用作这几天的开销，乔琳二话不说心安理得的收下了。在回去的路上，许岩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他的出生就不被期待，父母生完姐姐后想要再生个男孩，可自己偏偏是个女孩，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父亲嫌他是个累赘不想要，是姥姥一把屎一把尿将他带到了6岁。后来因为到了上小学的年纪，爸妈迫不得已才把他给接了回去。就在他以为能得到爸妈的宠爱时，看到的却是他们对姐姐的爱。家里煤气罐没有关闭，姐姐和自己都晕倒了，但是爸爸却选择救姐姐。之后也发现了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为了能生活下去，他变得乖巧懂事，学习成绩也是学校最优秀的。但是爸爸却因为家里困难不让自己参加高考，甚至把家里的那份钱供给姐姐复读考大学。许岩真的忍不住了，觉得爸爸根本就不爱自己。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的证明你们有多么不爱我？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成为你们的女儿？小时候的许岩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爱自己，自己只有姥姥。爸爸的那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许岩觉得自己真的是被亲人抛弃的人。他跑着回家找姥姥。姥姥，来了。其实姥姥也知道自己这个孙女受了很多的苦，就这样奶孙2个人相依为命过了很多年，直到渐渐长大，许岩还是不想回到那个令人痛苦的家里面。突然一通电话将许岩的回忆拉回了现实，原来是沈浩明邀请他来看自己培养的花。许岩听着沈浩明说，面前的这朵花因为一生只开一朵，所以说需要前期不断的经历挫折和打磨才能够绽放出更美的花。这让他觉得沈浩明就像自己要拼命绽放的花一样，自己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只要能跟他永远的在一起，一切都是值得的。可现实真跟他想的一样吗？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乔岩，你不是叫许岩吗？他们是谁呀？你说，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说多少谎话？我们对你真心真意，你却把我们一家人骗得团团转，怎么信息这么重？你这是诈骗！许岩的假身份被揭穿，大家纷纷离他而去。你怎么拉魂不烧杀的？好在这些只是许岩的幻想，原来许岩和2家父母刚试完礼服回来，就看到亲生父母找了过来。此刻的他想要逃离这里，脑子里幻想到了自己被揭穿身份的下场，这才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但就在乔家2老要发现许岩的时候，沈浩明突然说公司有事，将父母支走了。等沈家一行人走后，许岩将父母拦了下来。刚才那个招手的是金达集团的沈总吧？2位是，我们是他爸妈，我们是婚庆公司的。恭喜恭喜啊！刚才那几位就是你们未来的亲家和女婿。2口子听完后不敢置信，女儿竟然要嫁给金达集团的太子爷。许岩对2人已经不抱希望，他直截了当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但不打算邀请他们参加。乔母气急之下怒骂姐妹俩，一个要悔婚，一个要结婚，都不跟他们商量，是当他们做父母的不存在吗？乔爸更是指责许岩，现在要嫁给有钱人了，就瞧不起亲生父母了吗？可许岩根本不想理会他们，只是说他和姥姥在一个户口本上，只有姥姥才是自己的亲人。乔爸从来没有考虑过，到底因为什么女儿会变成现在这样，只是一味的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指责许岩，最后更是表示自己就当没有他这个女儿。许岩对此早已麻木，姐姐悔婚跑出来，他们就能包容专门来一趟接她回去，看她住在群租房就心疼的让她回去，担心她没学历没背景没人脉，在大城市里活不下去，甚至支持她回去考公务员。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许岩来了后也只是一味的指责，没有关心她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因为你有男朋友了，你知道吗？别给我提，他连要结婚了都不打算请我们。结婚？
得知妹妹即将结婚，乔林又找了过来，无意间碰见了假扮许妍父母的两人，这才得知妹妹竟然伪造自己的身份。见姐姐既然已经知道，许妍也不再隐瞒，她表示自己很爱沈浩明，如果不伪造富家女的身份，沈家父母就会逼他们分手，她不得已才会这么做，也希望姐姐不要来搞破坏。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但我也不想你在错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不会再来找你。可许妍好不容易将姐姐稳住，怎料母亲又打来电话，一定要参加她的婚礼。许妍没有说话，直接挂断了电话，然后把备注改成了她的名字。为了不让爸妈来婚礼捣乱，许妍特意回到乡下找到姥姥，希望她能帮自己说服爸妈。而姥姥并没有询问什么，她了解许妍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姥姥是最清楚许妍这一路走来是多么的辛苦，也是最希望许妍能够幸福的人。但许妍的下一句话也让她愣住了：荆州太远了，我怕你折腾。听完这话的姥姥虽然愣了几秒，可她依旧支持许妍的做法，还不停地安慰她不要担心自己。直到许妍打开冰箱，看到姥姥给她做的桂花酱，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在返程的途中，许妍再次回想起以前家里没有人记得她的生日，只有姥姥记得，每年都会把她叫回来过。是姥姥供她读完高中考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是姥姥拿出一辈子的积蓄给她，所以许妍什么都不在乎，她只想赚很多很多的钱，让姥姥过上好日子。所以上大学后，她一个人打好几份工，给别人当家教，穿上厚厚的玩偶服宣传，在饭店干服务员，一直忙到深夜都舍不得打车，把赚到的钱除了留够生活费，全部都给姥姥打了回去。哎呦，妍妍，你怎么又给姥姥寄钱了呢？姥姥一个人花不了这么多钱的，倒是你在外面读书，你肯定花钱的地方很多呀。吃饭你不许给我省啊，多喝牛奶，多吃鸡蛋，还有那个叫什么维生素，你也要补充啊，对吧？我知道啊。这么多年，要不是姥姥，她也不会坚持到现在。我告诉自己，只有通过勤奋和努力，才能帮自己翻越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只有让自己强大，才是一劳永逸的事。只有达到所有的目标，才能弥补所有的过失。人伪造身份，终于如愿嫁入豪门。为了不被人揭穿，自家那边的亲戚一个都没请。就在他以为一切顺利的时候，还是被熟人给认出来了。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妍？我是有点像啊。许妍看到熟人后，整个人都惊呆了，因为假扮他父母的人冒充的就是同学父母的名字。当初自己就是借用同学的关系骗到了人家的签名，为了不被看穿，她连忙找理由要将两人支走。可没想到丈夫一家人已经过来了。这两位是？没办法的，她只能硬着头皮解释，眼前的两位是大学同学父母，原本就想着打个招呼就行，怎料假父亲却多嘴将人家邀请了进去。此刻许妍杀了他的心都有了，但她只能赶紧进去应付。吃饭敬酒的时候，许妍紧盯着另外一桌，看到他们过去敬酒的时候，立马就赶了过去。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哦，建筑行业，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那个书叫 Sustainable Building Design。我爸爸主攻的是可持续建筑课题。我研究的方向是建筑五大力学。咱们虽然是同行，但相差甚远。为了不露馅，许妍不停地圆场，同时悄悄拍了拍贾母亲的后背。女人立马心领神会，假装不小心碰到酒杯，将里面的酒泼到了对方的衣服上，最后以换衣服巧妙缓解了这一局。许妍走后，沈浩明带着一个女人来敬酒，对众人说是自己的妹妹。女人明显愣了一下，这个女人的出现让许妍也产生了一点危机，因为早在婚礼前，许妍就发现她回国后直接入职了金达集团，而且和沈浩明关系匪浅。到了新婚夜，女人再次给沈浩明发消息，约他到无边泳池见面。沈浩明本不想理会她，可女人却以死相邀。沈浩明无奈之下看了看许妍，然后出去了。来到泳池边见女人没有事，便准备离开。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今天是我的婚礼，你这样闹有意思吗？两人在这里谈话，殊不知一切都被许妍看在眼里。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你是说那个女人吗？你别以为她是什么纯情小白兔，她一见面就跟我装亲热装姐妹，不就是想知道我们什么关系吗？许妍就这样默默看着女人对沈浩明表白，脸色很是平静。隔天，沈浩明和许妍准备去度蜜月，白莲花又出来恶心许妍，说以前沈浩明带着她去过好多地方，吃过好多餐厅。许妍丝毫不示弱，直接反击回去。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喝了酒就别进泳池，容易被淹死。女人这才反应过来，昨晚她所做的事都在许妍的掌控中。其实两人之前就有过一次交锋。之前许妍为了尽快融入到豪门生活，特意给自己报了一门烹饪课，却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爱慕沈浩明的方磊。许妍大大方方地向对方介绍自己：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方磊一听脸色立马就变了，但他也不甘示弱，他声称自己是沈浩明的学妹，两人曾在伦敦一起上学，而且他们两家还是世交，想用这些话让许妍知难而退。怎料许妍丝毫不退缩。16岁就认识，所以是亲妹妹嘛。
不仅如此，许岩还主动跟他请教厨艺，结束后以感谢为名请他吃了顿饭。但方磊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刺激许岩的机会。在饭桌上，方磊表示他一回国，浩明哥就将自己安排进了他的项目里，还对他照顾有加。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谁知方磊见许岩丝毫不在意这些，便主动提出做他的伴娘。许岩直接答应了，这才有了婚礼上。方磊将自己当成女主人般，当许岩不在的时候，就跟沈浩明出双入对的敬酒。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只将他当成亲妹妹，而他的这些小心思也都被许岩看在眼里，并没有将他放在心上。许小姐，请问卫生间怎么走啊？万万没想到，许岩结完婚后要对付的不是婆婆，而是以前那些认识他的人。既然都是同类，那更要互帮互助了。许岩跟沈浩明结婚蜜月后，便带着他去乡下见了姥姥。姥姥看见后很是高兴，还亲自下厨做了好多菜。而沈浩明看见姥姥很欢迎自己的样子，心里很是温馨，但他更想要多了解许岩以前的生活。许岩在门外听见两人的对话，担心露馅，便拿着婚纱照来到厨房，以挂相片为由，将沈浩明给叫走了。晚上许岩跟着姥姥一起睡觉，姥姥忍不住还是将乔父的肿瘤的事说了出来。虽然说这个人当爸爸十分的不称职，但还是希望许岩能去看一下。我知道你对他是什么看法，但你这次结婚不是也别请他去吗？他现在得了病，姥姥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看看他的。许岩听完后并没有给姥姥准备的答复，不停地找事情打岔。隔天一大早，姥姥特意邀请沈浩明一起去早市买菜，沈浩明二话没有说就同意了。一路上，姥姥不停地夸沈浩明，帮许岩说好话，而他说这些就是为了铺垫后面的那几句。如果他犯了什么错，你就多包容，行吗？姥姥认为许岩嫁进沈家肯定使用了不正当手段，所以才这么跟沈浩明说。殊不知沈浩明早已知道一切。离开前，许岩还是心软了，悄悄地给父亲了一些钱治病。回到荆州后，沈浩明给了许岩一个惊喜，送给他一座四合院，用于他工作和邀请豪姐们。许岩听完后都惊呆了，这样的人他怎么能不心动呢？而沈浩明看着许岩一言不发的样子，表示她是自己的妻子，自己会协助他完成任何的愿望。进去后，沈浩明看到上个业主给孩子量身高留下的痕迹，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可许岩却回想到了小时候一家人都忽略了自己，从来都是给姐姐量身高的场面。沈浩明见他失落的表情，便向许岩索要口红量身高。许岩那一刻心里便很感动，更是有很多的触动小时候没有完成的那些心愿，丈夫帮自己已经完成了。两个人深深地看着彼此，本以为日子会这么幸福下去，可许岩的对头却揪着他不放，将假扮他父亲的人找了出来，在节目上揭露了他捏造身份的事。这一次的许岩又该怎么应对呢？您和许岩认识？认识，我们很熟啊。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请你正面回答。还每天下班准时来专柜蹭妆。就在他化完妆要走的时候，导购实在忍不住拦住了他。你要不把你刚刚试的这些挑一个买了吧？为啥呀？我用的都是试用装。一周啦，姐姐，这外面不管是刮大风还是下大雨呢，您都会在下午5点钟准时来到这里蹭妆。还不知道的以为你在这上班打卡呢。女孩听完后表示，自己不全部试一遍，怎么知道要买哪一个色号，并且也没有规定试妆次数。刚说完，乔林就拿出试妆6次的标签。女孩见说不过，直接来句自己就不买，要是她再拦着自己就去投诉。乔林也没有办法，只能放她离开。下班，乔林回到出租屋，听到室友正在给家里打电话，而这个室友就是刚才去蹭妆的女孩。女孩省吃俭用，就是为了把钱打回家里。乔林也明白了她为啥总是去专柜蹭妆了，而她专门带了一些小样送给了女孩。隔天，乔林在整理公司货架的时候，不小心将手臂给砸伤了。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给他治疗的医生竟然是高中时期暗恋的校草。但当时校草喜欢的人是妹妹许岩。林一鸣，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谈恋爱，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其他的事都不在我的计划里。我不会打扰你学习的，我就想跟你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时隔这么多年，男人依旧喜欢许岩。他之所以跟乔林相认，就是为了问他索要许岩的联系方式，但他并没有直接要，而是借口他的伤。此刻的乔林私心是不想给他联系方式，于是自己拿起手机给妹妹打了电话。当男人见到许岩手上的戒指后，便明白他们之间已经不可能了。你结婚了？上个月。虽然有点晚了，祝你新婚快乐。
最后于一鸣失落的回去了。许岩将姐姐送回家，看到她和几个女孩子合租在一起的房子，还找到了一份工作，便明白姐姐是铁了心要留在荆州。既然如此，决定帮她换个更大的房子，希望她以后不要给自己添麻烦。乔林听完后气不打一处来，他表示今天要不是于一鸣，自己根本不可能联系他。可许岩根本没有听他说的话，隔天直接找来几个彪形大汉，强制性给乔林搬家。起初乔林极度反抗，就是不搬。不搬。你不搬？不搬。好。我忘记告诉你，新家公寓邻居是于一鸣。当听到新家的邻居是于一鸣，乔林的态度立马360度大反转，立马就搬家。许岩对这个姐姐很了解，他也知道姐姐一直都暗恋于一鸣，所以他就是故意这么做的。乔林搬过去的第一天大早就收到了于一鸣的早餐，这让他万分惊喜。与此同时，乔林的前男友妈妈调查到，乔家在商业街买了一套门面房，在他们眼里，乔家穷的叮当响，根本就没有钱买门面房，那肯定是拿他家的彩礼买的。女人觉得既然两人已经分手了，那就要把彩礼追回来。乔林男友是个窝囊的，当即就给乔林发去了消息，没想到乔林已经将他拉黑，而且电话也打不通了。气急之下，他直接来荆州找许岩，想要从他口中套出乔林的住址。请问先生，您有预约吗？没有。不好意思，我们这里没有预约，不能进。没办法的林涛只好出来碰运气，看能不能碰到许岩。巧的是在餐厅碰见了许岩，正在拜托于一鸣照顾乔林。乔岩，你为什么让他照顾乔林？这谁呀？此刻的林涛认定乔林悔婚，就是许岩在背后挑唆的。他恼羞成怒下，在餐厅大吵大闹，甚至要对许岩动手。好在于一鸣在场推开了他。就在这时，许岩发现自己的死对头过来了，急忙找个借口把林涛给带走了。孙思维看到这一幕，本想着看能不能挖出点许岩的把柄，可于一鸣根本不理会他。与此同时，许岩将林涛带到另一家餐厅，告诉他既然两人已经分手了，那就不要再去找乔林了。至于彩礼钱，自己会帮姐姐还。这准是彩礼的事吗？我要的是人。我不知道。行，不说是吧？那我就天天来，我上你们单位去要人，上你婆家去要人。你不是下得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你嘴里没句实话，不是下得挺好吗？我让他们了解一下，你到底在外边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随便你。面对林涛的威胁，许岩丝毫没有放在心上，直接离开去找姐姐乔林，将这件事告诉了她。乔林觉得这家人是真的很奇葩，既然他想见自己说清楚，那就见面打死他。许岩见姐姐只知道使用武力，劝说她不要这样做，既然跟林涛分手了，那就跟过去一刀两断。昨晚他跟林涛聊过了，他在乎的是乔林对自己的感情是否忠诚，但他的父母在乎的无非就是钱，只要把钱给出去了，就算林涛想来荆州闹，他父母也不会同意的。谁知乔林听完这些后依旧要自己解决，可许岩等不了，等到你筹好钱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了。到那个时候，我的单位、沈家，所有人都会知道。我还以为你是在为我着想呢，原来是怕自己谎言被拆穿了。就在两人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殊不知沈浩明也知道了，他默默地帮许岩处理，让助理调查林涛的工作情况和人际关系。不出半天，林涛父母的银行卡就收到了一笔钱，如许岩所料，钱一到账，他们就打电话让儿子回来。可林涛就是不听，非要见到乔林了解事情真相才肯回去。但通过沈浩明的发力，隔天银行就把林涛给叫回去了，还以他优秀为由，要给他增加工作任务。领导的这波夸奖让林涛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意外的还有许岩。以林涛的性格，我原以为他会不依不饶，没想到这个人突然就消失了。不久后，许岩无意间发现沈浩明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的实力，正在急于促成一项合作，可合作方十分瞧不起他这个太子爷，迟迟不肯跟他合作。许岩看到沈浩明闷闷不乐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他就把沈浩明带到泳池边，给他的秘密基地添了一盏灯，不停地开解他，希望他可以将自己的坏情绪和心烦的事情都说出来。经过许岩的开解，沈浩明这才露出了笑容。于是为了能够帮到丈夫，隔天许岩就约婆婆的闺蜜美玲姐打听合作方黄总的情况。从美玲姐口中得知，这个黄总很疼老婆，可几年前老婆得了重病离世，之后就一直都没有再娶，还将对妻子的亏欠弥补到了岳母身上。这些年一直都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岳母，可岳母的性子很倔，非要住到养老院。听完这些讯息后，许岩决定先从黄总的岳母这里下手。隔天他来到养老院，捐助了好多东西，在院中的引荐下见到了黄总岳母，这才发现老太太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整个人都神志不清。但许岩并没有放弃，他看到老太太搓了不少泥鳅，嘴里不停地说要留给女儿吃，这不禁让他想起小时候姥姥炸了很多素丸子让自己带去学校吃。许岩瞬间明白，他是用这种方式怀念女儿。回去后，许岩便给姥姥打视频学做素丸子，隔天带着丸子来到养老院，还给老太太讲了姥姥的故事。在许岩的陪伴下，老太太一天比一天开心，最后还将许岩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两人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许岩也将老太太当成了姥姥，觉得对姥姥很是亏欠，而这一切都被黄总看在眼里。没过多久，他就约见了沈浩明。
夸奖他真是娶了一个贤内助。黄总，这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明白。不是你让你爱人去照顾我岳母的吗？这段时间，你爱人许岩经常去照顾我岳母，我岳母的病情也得到了缓解，状态也比之前好了许多。难道你不知道？他没有跟我说过。那也许是巧合吧。最终在许岩的帮助下促成了这单合作，可许岩的死对头又开始搞事情了。哎，等会儿，怎么了，姐？没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呢？就是个骗子，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就算我是骗子，我也努力让你变成像我讨饭吃的狗。爷爷，没事吧？你演什么呢？原来许岩的死对头孙思维无意间在听到最近有一篇报道，一个女子接连骗了3个男人结婚，以这种方式骗取天价彩礼，被警方抓获后，新闻还特地报道了一下。孙思维看了看报道，突然觉得照片里有一个男的很是眼熟，仔细一想，觉得跟许岩的爸妈很像。于是他觉得许岩刚开始来的时候，只是说家里边只有一个姥姥，什么时候又有了个在国外的父亲，肯定是在说谎，说不定他的背景身份都是假的，也是像报道中的女人一样捏造身份嫁入豪门，也觉得这是扳倒许岩的一个绝佳的好办法。而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找到领导，以参考婚礼为由，从他手里骗到了婚礼照片，随后回到工位上，再三比对了照片，确定2人就是同一个人，心中窃喜不已。为保证万无一失，他带着小助理找到假扮许岩父亲的高亮杰，威胁他配合自己，想着在台里推举财经主播的时候给许岩致命一击。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来到许岩面前，说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话。你放心，我的这个样片绝对真实，而且足够震撼。他的话许岩并没有在意，而是时刻准备自己竞争财经主持人。他的表现极为出色，评委们很是满意。隔天，孙思维特意邀请许岩做自己节目的嘉宾。许岩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并没有答应。可就在这时，主任出来助攻孙思维，无奈之下，许岩只好答应。节目开始后，孙思维先是向大家讲述了最近骗取高价彩礼的那个新闻，接着又请来了高亮杰。许岩看见他的那一刻很是惊讶，孙思维看见后觉得自己稳赢。他打开许岩婚礼的照片做对比，还不停地质问2人之间的关系。请问你们是什么关系？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本人？你是不是许岩的假冒父亲？请你正面回答。许岩见状站起来，把事情的焦点转移到2人的竞争之上。所有人都明白孙思维的能力不行，是他羡慕嫉妒自己，所以才请人来陷害他。可孙思维看着许岩慌张表情，料定自己挖到的就是王牌。照片上的这个人是不是你？你到底有没有假扮许岩的父亲？看着孙思维在那里犀利的说话，在座的同事们也有一点震惊，此刻都在下面小声的议论。一时之间，许岩的身份就这样被大家怀疑，他也顿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而孙思维看到许岩有点慌张的样子，觉得自己这个王牌简直是太炸裂了。看到对方反应不过来的那种表情，更是到达了制高点的高兴。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迎来反转。高亮杰临时变卦，不是，那人不是我。高先生，您这儿有块胎记对吧？啊，对，我这儿有胎记，你看这儿。大家拿出照片仔细对比，发现婚礼上的男人脖子上根本没有胎记。原来许岩在孙思维威胁自己后，便猜到他可能查到了一些东西，于是他约见了高亮杰，商量做了这场局。而且早在之前，许岩就让男人遮盖胎记，也算是他的一张保命符。此刻的孙思维彻底懵了，他认定2人就是串通好了。串通好了是吧？在这给我做局呢！我劝你冷静一点。这场闹剧就这样结束了，因为节目失误，孙思维就这样被主任停止，还失去了竞选财经主持人的机会。事后许岩找到孙思维，让他不要再想着对付自己。孙思维很是气愤，责骂许岩就是个无所不用其极的骗子，连给自己提鞋都不配。而许岩并没有反驳回去，他余光中瞥见沈浩明来了，于是他故意靠近孙思维，激怒了这个蠢货。如许岩所料，女人被激怒后狠狠扇了他一巴掌。沈浩明看见后，立马冲过来关心许岩，而许岩则换上一副被欺负楚楚可怜的模样。你演什么呢？你是孙思维？我是。通知法务部，放下所有手头工作。我爱人遭遇职场霸凌，让他们马上出方案，追究他的责任。他叫孙思维。孙思维终究为自己的蠢付出了代价，而许岩则顺利成为了财经新闻的主持人。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岩。有女孩捏造千金身份嫁入豪门后，用自己的实力不仅帮丈夫拉到了合作，还让婆婆对她百依百顺，甚至家里的保姆都对她的印象改变。我觉得你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哪里不一样？你现在
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唯有家里的小弟弟对他意见颇大。原来自从许妍嫁给沈浩明后，大家都开始各自忙碌，从来没有人在乎弟弟浩辰的感受。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浩辰不是在学校打架，就是各种闯祸。老师3天2头的给沈母打电话，沈母虽然是豪门太太，但也害怕老师的电话。同时他和沈父应酬很多，根本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他见许妍很有耐心，便让他帮忙带浩辰。而他刚把许妍拉进家长群，就看到班主任在群里发浩辰跟同学发生冲突，还把人家给打伤了。许妍看了看正在逗狗的婆婆，只能硬着头皮去学校处理。处理完后，她本想着跟浩辰谈一谈，想知道他闯祸的原因，可浩辰并没有理会她，直接离开了。回到家后，许妍将学校的事情告诉了众人，婆婆嫌麻烦，决定将浩辰送去国外读书。这番话正好被回来的浩辰听见，他以为是许妍告状，才让妈妈起了送自己去国外的念头，因此把自己受到的所有冷落都怪在了许妍身上。你来了，先是让我哥喜欢上你，然后又讨好我爸妈，让他们都喜欢上你，结果没想到我不吃你这一套，然后你就想把我赶走，对不对？对。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出国的。这番话让许妍明白，小孩之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想让家人的关注罢了，知道原因就会得到解决的办法。许妍表示，只要他保证不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自己有办法不让他出国。这又是什么招？隔天，浩辰去学习马术，往常都是哥哥来陪自己的，今天却是许妍来的，这让他内心无比失望。而为了吸引哥哥和爸妈的注意，他松了马蹬，故意摔到地上，造成骨折。这方法确实好用，爸爸妈妈和哥哥都陪在他身边，可也就见效一回。沈母请来护工后，就因为工作和沈父匆匆离开。沈浩明嘱咐了许妍后也离开了。看到自己又是一个人，男孩将气都撒到了护工身上。不要走，不要你不要就不要走，人呢？太不像话了，人。许妍看见后，默默地将地上的东西捡了起来，并表示这4个星期都是他陪着，要是再不听话就收拾他。浩辰一听，立马来了鬼点子，他开始使唤许妍，一会要吃水果，一会要喝水，挑3拣4的，就是故意为难许妍。但许妍并没有惯着他。哥在的时候你就当乖小孩，你哥走了你就欺负我是吧？我是伤员，我是小孩，你欺负我，你看我哥怎么收拾你。两人独自相处下，浩辰不再排斥许妍，许妍也用自己的方式靠近这个孩子。通过自己的方式，许妍成功和浩辰成为了好朋友。晚上，沈浩明赶了过来，许妍将自己录的视频拿出来给他看，明显能看出来男孩是故意的。现在的许妍是最懂浩辰的，因为浩辰想要的也是自己当初最想要的。小时候为了让爸妈注意自己，他也曾用过这个招数，可只要姐姐一出现，爸妈所有的爱都会加注在他身上。一个幸运的童年可以治愈一生，但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两人并不知道，弟弟根本没有睡觉。自此后，许妍成为这个家里浩辰最喜欢的人。而许妍为了帮浩辰完成心愿，她把画本拿给公婆看。在浩辰的世界里，爸妈回到家永远拿着手机，而自己则躲在孤僻的角落里。所以浩辰想要的不是 iPad， 也不是手机，他想要的可能是你们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时间。知道这件事后，沈父沈母也意识到他们的错误，于是他们都抽出时间陪伴浩辰，而就只是陪着看看电视。浩辰都是无比开心。沈浩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为此特意送了许妍一辆红色的跑车。那么沈浩明到底有什么秘密瞒着许妍？他知道许妍的身世，又为什么要和许妍结婚？而许妍每帮他一次，都会拿出一样东西当做奖励。但不管沈浩明到底爱不爱许妍，这个家已经离不开许妍了。不管是沈浩明还是弟弟，就连婆婆也是一样。可回来了。怎么了妈？下个月初就是晨晨的生日，你看咱们怎么给他办好？他喜欢你，你想个主题，他肯定喜欢。我想想，事情交给你妈去放心。如果你还不配合我，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乔燕来了，贪图富贵，利欲熏心，为了嫁入豪门，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了。我现在就去找沈家，跟他们说清楚。自从许妍当上财经新闻的主持人后，全家人都围在电视剧前看她。婆婆为此还特意挑选了一套珠宝送给她。此刻的许妍第一次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可就在她以为这种幸福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楼下大厅有一个姓周的先生找你。男人跟许妍曾有一面之缘，几年前两人在同一家咖啡店争取想要的岗位。许妍在简历上关于家庭成员的那一栏没有填写，猎头不停地诱惑她，将父母的身份写成在国外做生意，因为这样就算查也查不出来什么。毕竟在当今的社会上，家庭背景在职场上也是一个加分项。就在许妍犹豫的时候，后面的男人，也就是周泽远制止了她。我劝你不要听他忽悠，简历造假等同于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埋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哪天砰的一声就炸了。到那个时候，你的信誉和你之前所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这时的许妍还很是单纯，她想了想周泽远的话，
决定实话实说。这番举动把猎头直接气走了，就算佣金翻倍也不接他这一单了。出来后，许岩不停地打电话求职，突然男人拿出2朵用报告书折成的向日葵送给他，鼓励他不要气馁，就像这2个向日葵一样，向阳而生，永不低头。两人就这样认识了，互相慰藉着彼此。5年后，周泽远再次见到许岩，这一次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而是带着目的接近许岩。他将许岩带到自己的工作室参观，想让许岩帮自己拉到沈浩明的投资。许岩观察了一番后觉得可行，可就在他去卫生间的时候，无意间听到员工之间的对话，彻底打消了让丈夫投资的念头。我现在接的活特别轻松，网站一做啥也不干，1天500的，比你在剧组轻松多了。哎，要不你也过来吧？这不点人就是一家皮包公司。为了验证这番说法，许岩来到大厅试探，让员工展示一下公司的项目。怎料男人听完后脸色大变，慌乱地找着各种理由不打开电脑。身后的客户也装模作样，实际上电话线根本没有接通。再翻了翻桌子上的文件，全部都是空白的。许岩瞬间明白周泽远搞皮包公司骗钱，于是再次见到他，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怎料周泽远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以许岩的真实身份作为要挟。有一个道理你一定明白，那就是有些事情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它都改变不了。就像我们这种赤身裸体的人，必须要给自己加上一件高贵的衣服。既然都是同类，那更要互帮互助了。面对周泽远的要挟，许岩真是累极了。回到家后，听见婆婆叫她，只能强颜欢笑的应对。明天婆婆的闺蜜马阿姨要带一个人来家里做客，不知道该做什么。许岩立马给出了意见，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马阿姨带的人竟是周泽远。在喝茶的时候，周泽远不停忽悠两人，许岩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胡说八道。他不敢帮周泽远，更不敢揭穿他的真面目。实在听不下去的他借口接水离开了。可没想到周泽远竟追了过来，他彻底撕破脸皮，逼迫许岩让沈浩明投资。让你老公投资的事儿，我是跟你聊呢，还是跟你婆婆聊？你的商业计划书和你的财务报表，无论是我婆婆还是我先生看，都会发现漏洞。不要再想注资的事情了。周泽远见许岩不上当，继续忽悠他，表示只要沈浩明一小笔的投资就行。但聪明的许岩很快就识破了他的阴谋。周泽远要的不仅仅是钱，他最想要的是沈家的名声，借沈家的势力骗更多的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敲诈勒索，是犯罪。小妍，我突然发现你这么维护沈浩明，这么在意他，你原来是个纯爱战士啊！我今天听到的最滑稽的故事，说一个贫寒女骗子嫁入豪门，她不是为了钱，她居然玩起了纯爱。你说这是不是比天方夜谭更？许岩直接泼了他一身水。本以为周泽远会收敛，怎料他直接找到沈浩明这里，当着许岩的面在雷区不停的试探。此刻的许岩害怕他说出真相，更怕沈浩明被自己连累。许岩没跟您说吗？是他约我过来的。我事情太多了，忘记跟你说了。没事。你为什么要骗我？说到骗这个词，你根本没资格，没有力气。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亲戚，可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容不下我的儿子。许岩怎么也没有想到，弟弟浩辰竟然是沈浩明的儿子，而他也一直都知道自己捏造身份的事，默默地看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说谎。被揭穿后，许岩直接提出了离婚，怎料沈浩明却拒绝了，还用许岩的工作来威胁他。你现在还没有正式加入新闻岗，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不久前，在许岩的照顾下，浩辰越来越跟他亲近，甚至两人都成为了朋友。而许岩不只是遇到了周泽远这个危机，他还要防着姐姐乔琳乱说话。原来几天前，沈浩明突然说要请表姐吃饭，许岩本想着以姐姐工作忙为由拒绝，可沈浩明却坚持要请。无奈之下，他只能带着乔琳来吃饭。但进去之前，他万分叮嘱乔琳一定要少说话，因为他知道这个姐姐最擅长的就是口无遮拦，担心他说的越多就越难圆过去。果不其然，乔琳说了许多许岩过去的事，包括他在学校是校花的事。本想着帮妹妹说说话，可说的越多，破绽也就越多。脾气真好，我是他兄弟，你知道吗？真的，那不是那会儿啊，你就别说谈恋爱了，只要是个男的，他都不带看一眼的。也就是我们那儿没女校，不然他早转去那上学去了。读书的时候你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记得妍妍跟我说过，你老家在山西晋城。乔琳慌乱地看了看许岩，赶忙解释自己高中的时候复读了2年，复习班正好转到了许岩上的高中，这才把这些话都圆了过去。此时的沈浩明玩味地看了看许岩，然后让乔琳多说一说许岩以前的事情。乔琳很是嘴快地说了句没问题，但当他看到妹妹那能杀死人的眼神，立马就闭上了嘴，然后跟沈浩明说自己很忙，不能经常出来吃饭，而他为了弥补刚才的过失，跟沈浩明说了许多许岩的好话。妍妍她不太对别人动心的，但是她一旦动了心，就是一辈子的事，你得珍惜，你知道吗？
这些话沈浩明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狼来了的故事，只要发生一次，他就会充满戒心。在他眼里，许妍嫁给他是为了地位和财富，什么所谓的真情，身为豪门少爷的他根本不信。可许妍却正好相反，他是因为爱沈浩明才选择说谎捏造身份，两人的立场不同，导致许妍得知真相后伤心提出离婚。吃完饭后，乔林不停地看着许妍。来之前，乔林咨询过律师，以许妍现在这种情况，即使以后身份暴露了，沈浩明只要是真心爱他的话，也是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的。许妍听完后心里边有些高兴，没想到乔林也会考虑自己。两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突然许妍看到旁边坐在一起听歌的两个女孩，想起小时候放学她经常会盯着 MP3 看，但因为懂事从来都没有主动跟父母提过。乔林发现后直接将自己的送给了她，姐妹俩就这样一起听着歌回家了。现在长大了，虽然说姐姐有些没心没肺的，但还是想着自己。许妍就是这样一个纠结的人，她不想被原生家庭困住，但只要他们对她好一点，她都会释怀以前的痛苦。爸妈从小就宠爱姐姐不理她，可听到爸爸得病了，还是会留下一笔钱让她治病。密码设置的还是乔林的生日，是因为爸妈从来没有给她过过生日，肯定不知道她的生日日期。姐姐来到荆州，表面上很烦她让她回去，但看到她住在拥挤的出租屋，立马就给她换了大房子，还准备了生活用品，甚至将房子租到了她喜欢的人隔壁。网上有些言论说许妍是恶女，这个观点我并不认同。我们许妍可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宝宝。很快乔林的工作也上了一个台阶，公司想要选择人去总部加入销售团队。乔林因为化妆技术和销量第一，所以在这个候选名单之内。本来说乔林对自己也是十分有自信的，但是听到领导说自己学历太低这件事，觉得确实是自己的短板，便想要抓紧有限的时间来提高学历。乔林知道学习是自己一直十分头疼的事情，于是他找到于一鸣帮忙，于一鸣很是爽快地答应了，这也大大加快了两人的感情发展。其实你们姐妹两个脾气挺像，都很倔，明明心里互相关心对方，就是不能好好坐下来聊一聊。真希望你俩有一天能敞开心扉，不需要我一个人话筒。我们把你养了这么多年，你不能把你现在的错误栽在父母的头上。不会的，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自从许妍得知周泽远办皮包公司骗投资后，便拒绝了与他合作，因为他明白，虽然周泽远只让沈浩明投资一小笔不起眼的钱，但他的目的却是借着沈家的势力去骗更多的人。可周泽远又怎肯轻易罢休？他将许妍不肯帮忙，直接来到沈浩明面前，不停地提起许妍的假父母，试图让他说服沈浩明投资他的公司。但他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早就被老谋深算的沈浩明看清，他并没有继续和这个骗子谈下去。谁知周泽远又找到许妍，直接撕破那虚伪的嘴脸。如果你还不配合我真的不能保证接下来会说什么。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沈浩明牵扯进你的骗局里。周泽远还是低估了许妍对沈浩明的爱，不管他怎么胁迫，许妍根本不愿配合。怎料男人见许妍这样，为了拿到钱，他往后退一步。这次他可以不要沈浩明的钱，但这笔钱必须许妍来出。我给你1晚上的时间考虑，否则我就在网上曝光你。从这之后，男人像个恶鬼，时刻缠着许妍，就连晚上都会打电话催着要钱。而这些沈浩明都明白，他早就让助理查过周泽远是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许妍打电话的对象就是他，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悄悄在背地里帮许妍解决一切。经过1晚上后，周泽远并没有收到钱。一个人能无耻到什么地步？他将许妍堵在停车场，迫不及待的想要拿到钱。好在姐姐乔玲及时出现，假装打电话报警，这才吓跑了周泽远。许妍为此很是感动，姐姐还是那个姐姐，虽然从小父母偏心她，但她依旧是那个将自己护在身后的姐姐。虽然姐没什么能耐，但是妍妍你放心，只要有我在，绝对不能让你受欺负了。我揍她。谁知周泽远更加得寸进尺，这次他直接把许妍亲生父母请到了荆州，还将他编造假故事嫁进沈家的事全部托盘而出。乔爸得知后暴跳如雷，他不理解许妍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乔建斌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亏心事，怎么养出你这样一个女儿？乔爸不停地辱骂许妍，什么话难听说什么，觉得女儿就是贪慕虚荣、利欲熏心，连做人的底线都不要，甚至要去沈家坦白真相，揭穿女儿的骗局。许妍听着父亲的谩骂一点表情都没有，因为她早已死心。在高考那年，她就已经对这对父母不抱期望了，也从来没奢望过他们能够理解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遇见沈浩明这样的人，我就是会不顾一切手段，抓住机会跟他在一起。那你也不能欺骗人家。我也不想骗他，是因为从小我就知道，所有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许妍的话像棉花一样打在这对父母身上，丝毫没有波澜。此刻的乔爸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错，甚至觉得要不是他们把许妍接回来，他怎么会有今日？他从来不会想过许妍本该过上像乔玲一样的生活，可他的出生不被期待，只因为他不是个男孩，还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会的，你们不会知道你们做错了什么。听完这话的乔爸起身就要去沈家揭发许妍，乔母连忙拦住他，
嘴上说着为女儿考虑的话，可这幅画面在许妍眼里却是无比的可笑。乔家两口子从来没有想过儿时的经历对许妍的影响有多大，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以前是多么偏向大女儿，他们只会觉得我养你一场，怎么到头来还成了我们的错了？是他们亲手把许妍推开，现在却又嫌弃她什么事情都不跟他们说，真是讽刺。这是在演哪一出啊？我明白了，是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应该属于乔林的，而不是我。这是说你们想要去跟沈家告发我，再从我这敲诈勒索一笔钱。你怎么能这么想？从此我们断绝父女关系，你再也不是乔家人。乔，如果真坐牢，有你陪着也挺好。面对周泽远的威胁，许妍宁愿鱼死网破，也不愿将沈浩明被他拉下水。不久前，周泽远为了让许妍劝沈浩明投资自己的公司，特意将在老家的乔家两口子请了过来。乔爸得知许妍未嫁豪门，竟然捏造身份，恼羞成怒下选择跟许妍断绝关系。而许妍听到后，心里并没有任何难过，甚至觉得是一种解脱。为了封周泽远的口，他不得不把沈浩明送给他的跑车卖掉，将钱转给了他，并警告他这是最后一次，如果还会有第二次，自己一定会报警。怎料周泽远根本不满足，他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一点，于是他继续用自己手中的把柄威胁许妍，而许妍丝毫不受他的威胁。眼前的男人就是个十恶不赦的诈骗犯，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丈夫上当，为此她不惜和对方鱼死网破。好，那就试试，看谁豁得出去。谁知周泽远恼羞成怒下竟对许妍动手，而许妍也不惯着他，直接一个包击就打了过去。一下1000万，要不再来一下？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沈浩明打来了电话，他约周泽远下午2点去打高尔夫。这是他自己送上门的，与我无关。下午，沈浩明主动谈到注资，还提出追加投资款。许妍听着很是着急，她想方设法的阻拦，却根本拧不过心意已决的沈浩明。周泽远走后，许妍还是让沈浩明小心这份投资，因为不了解对方的公司背景，想让他再慎重的考虑一下。我希望你待在我身边，每一天都是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不是愁眉苦脸。这天过后，周泽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4个月后，许妍才知道周泽远被抓。他很庆幸沈浩明没有被骗，但是又觉得他好像跟自己之间有点距离，因为他说什么话都是欲言又止的样子。原来沈浩明早就知道一切，他让助理调查了周泽远，也知道许妍受威胁卖掉了自己送的车子。而为了让许妍不再发愁，沈浩明以代理人注资的名义，一边安抚周泽远，一边调查他的犯罪证据，让他再也没有机会威胁许妍。妍妍，如果你将来想投资，需要钱，可以直接问我要，没必要把车卖了。听见这话的许妍心里咯噔一下，很是担心丈夫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些什么。没人倾诉的她只能找姐姐乔琳。乔琳也很是奇怪，周泽远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抓了。许妍虽然也不知道，但她总感觉有人在背后默默的帮她。乔琳还是觉得还是找个机会把这件事早点跟沈浩明说清楚，毕竟看着沈浩明那么爱许妍，知道后肯定会原谅的。我是想跟他说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突然，乔琳看到了于一鸣，她跑过去将他拉了过来，跟许妍一起吃饭。于一鸣本来很犹豫，但一听到许妍也在，就跟着过来了。而乔琳也发现一件事，于一鸣跟许妍真的太不一样了，总是滔滔不绝，比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话还多，心里无比的失落。许妍将一切都看在眼里。晚上回到家，许妍考虑再三后，决定跟沈浩明坦白。她先是试探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在婚前隐瞒了一些事情，但现在两个人过得很好。这个朋友想要主动坦白，可他还没有说完，沈浩明就打断了他，表示只要两人的感情好，根本不需要坦白，坦白了反而会成为两人感情中的一根刺。婚姻其实不应该从原则出发的，你说呢？原则其实只是一种包装，一种说法而已。其实最后夫妻间有个好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许妍的第3个追求者终于出现了，男人名叫蒋亮，是商界有名的花花公子。许妍以不同寻常的装扮出现在酒会上，瞬间吸引到了他的目光。原来沈浩明虽然通过许妍跟黄总达成了合作，但现在沈父并不支持他，没有资金支持的沈浩明只能通过拉投资来做自己项目的后盾，这样才能顺利进入董事会。于是他盯上了远航基金，希望能够得到蒋家姐弟的支持。而这次即将举办的金达酒会，两人正好过来参加，所以他希望许妍能够做足功课，了解蒋云和蒋亮的全部资料，好能跟两人搭上线拉投资。许妍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很快到了酒会那天，沈浩明先来到了酒会，他在黄总的调查下得知，蒋云和蒋亮两人是出了名的难合作。姐姐蒋云沉稳冷静，做事杀伐果断，脾气也是出了名的臭。
被商圈的人称为投资界的黑玫瑰。弟弟蒋亮看似是个花花公子，实际心思缜密，对数字十分敏感，是远航基金的活账本，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黄总能做的也只有这些，接下来也只能靠沈浩明自己的能力了。同时他想借助远航基金的事被方磊得知，方磊为了证明自己比许岩强，也来到酒会，本想着找蒋云聊一聊，可蒋云丝毫看不上他，并没有过多理会。无奈之下他只能去找蒋亮，以为这个花花公子很好攻略。他看见蒋亮因为喝酒难受，便主动调了一杯特制的解酒秘方，番茄汁，然后再加蜂蜜，这两加起来可以解酒。这一幕正巧被沈浩明看见，瞬间勾起了他的回忆。那时的他跟一个女孩也曾经喝过这样的解酒神药，而女孩正是他的初恋女友，也是方磊的姐姐。此时的方磊并没有注意到沈浩明的到来，他蹲下身细心地为蒋亮擦掉鞋子上的污渍。沈浩明明白他这么做是为了帮自己，但他很清楚蒋亮只会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才会想起身边的女人，于是他直接上前劝说方磊这么做只是多此一举。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只是想帮到我们的项目，哪怕让他多一点好感，做花瓶做陪衬我都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我，我心甘情愿的。绿茶不愧是绿茶，他的故作柔弱也确实吸引到了沈浩明的怜爱。看他为了自己跟别人喝得酩酊大醉，还是端来了一杯热牛奶。而方磊也很是绿茶，他故意将姐姐的手链留了下来，为的就是让他想起姐姐。另一边的许岩却与他不同，他故意穿着记者专用的马甲来到酒会，不一样的装扮瞬间不仅吸引到了蒋云，还有他的弟弟蒋亮也眼前一亮。许岩表示自己是外采太晚了，没来得及换衣服。这个马甲很方便，可以装很多东西，又防风防水。户外作业嘛，最害怕天气阴晴不定，设备一旦受到影响，就会前功尽弃。许岩的这副样子让蒋云想起了他以前的样子，看到对方很随和，便主动提出让他穿自己的礼服。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真的是贤内助。许岩听完后表示自己虽然嫁了一个好家庭，但更多的不想当一个贤内助，更想能够帮助丈夫。但蒋云早已识破了他的伪装，他开门见山地指出，许岩穿工作服现身，就是为了模仿自己以前当记者时候的装扮，用这种方式来博得他的好感。被戳破心思的许岩很是尴尬，但下一秒蒋云却说他成功了，因为刚才在他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随后许岩拿出收集的蒋云以前采访的照片作为礼物送给他，这不禁让蒋云对他的好感加剧，他很喜欢这份礼物。出来后许岩借撩头发，对着沈浩明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他瞬间明白成功了，于是他走过去，还主动帮许岩争取到了蒋云的专访。边走边聊吧，走吧。不要599，不要499，不要299。许岩得知自己被沈浩明欺骗利用后，直接选择离婚，净身出户。一旦利用跟沈家所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沈浩明本以为自己这么说就会让许岩知难而退，怎料许岩宁愿去直播卖火，做主播，每天吃东西吃到快吐，都没有向他低头。不久前，在许岩的帮助下，沈浩明成功和蒋云搭上线。看着许岩这样被蒋云众星捧月地带走了，方磊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故意在沈浩明面前假装自己喝了许多酒的样子，来到卫生间吐，想要得到他的怜惜。而沈浩明也上当了，他来到方磊面前，表示自己和远航基金的合作已经谈妥了，让他没有必要再这么讨好蒋亮了。合作才刚开始，我的路还长着呢，只要是对你有用的关系，我都会竭尽全力去给你维护好的。方磊的这波装可怜，成功让沈浩明开始心疼他，再加上他离开的时候还特意留下了姐姐的手链，让沈浩明再一次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中。而另一边坐在车上的方磊并没有喝醉，他十分清醒地跟旁边的人说着，这么多年来，他的心里只有沈浩明，从前是，现在是，以后也会是。尽管以前姐姐在的时候跟他在一起，可他心里还是忍不住喜欢沈浩明。一旁的男人一直都喜欢方磊，听着他的这番话，便耐心地劝说着他。他有妻子有家庭，夫妻感情又很和睦，你和他之间是没有可能的。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与此同时，回到家的沈浩明拿出那条手链，回忆着和初恋的种种。就在他沉浸在回忆中无法自拔的时候，许岩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维。你让我采访蒋总的事，怎么不提前问问我？许岩不理解沈浩明为什么那么信任自己，但听到他说自己是最好的，心里很是高兴，将那点怀疑全部都消散了。隔天，蒋家姐弟找到沈浩明提出合作，但却表示他不是他们心中理想的合作对方。此刻的沈浩明并没有慌，而是拿出昨晚拍的照片，表示许岩现在是公众人物，他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巨大。这张照片刚发上去就上了热搜，而且还推动了两家的股票上涨，足以证明与他合作只会赢不会输。而就在蒋家姐弟以为沈浩明做的这些都是迫不及待想要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却被他反将一军。现在投资给我的刚好也是4家公司，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远航？那我等你们电话。
沈浩明走后，蒋云觉得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因为这次事情的成功，沈浩明再次送给许妍一份礼物。看着手中厚重的礼物，许妍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是他为沈浩明的用心而感动，另一方面则是内心的愧疚。礼物越贵重，他内心的负担就会越重。那些编织的谎言终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很快到了许妍的生日，沈浩明特意准备惊喜给她，可却因为方磊的一通电话给破坏掉了。原来方磊为了破坏两人，故意打电话给沈浩明说自己已经见过浩辰了。沈浩明无奈之下只能先去找他。刚进来，方磊就以此为要挟，让沈浩明跟自己在一起。可沈浩明根本不喜欢他，他让方磊看在姐姐的份上放过自己。谁知方磊竟然直接拿起药全部喝了下去，嘴里还说着要去找姐姐。沈浩明见状夺过瓶子看了看，顾不得其他，立刻抱起方磊送他去医院。而此刻在工作室等了许久的许妍还在等待着沈浩明。不久后沈浩明回来了，许妍以为他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耽搁了，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沈浩明来到衣帽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想起当年初恋因为潜水逝世的事情。可他万万没想到，方磊为了跟自己在一起，竟然把沈浩辰是他儿子的事告诉了许妍。浩明跟浩辰根本不是亲兄弟，而是亲父子。浩明哥在伦敦留学的时候跟我姐谈恋爱，我姐意外怀孕，生下了浩辰，一生下来就被沈家接走了。据我耀眼中的沈浩明算是我看过的国产剧最有心计的男主了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装作一副深情的模样欺骗许妍，还可以跟初恋的妹妹逢场作戏，直到将两人的价值全部利用完，然后丝毫没有留恋的直接抛弃。沈浩明，反正我爱你，你把我当疯子！我告诉许妍，我要跟着我被你都做什么？在沈浩明的眼里只有事业，从来没有感情。许妍这样的纯爱战士，在他眼里就是有利可图。不仅仅是因为许妍刚开始就欺骗了他，还有出身豪门的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真爱。不久前，沈浩明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他背地里调查了即将合作的世丰集团。在签约的时候，警方以行贿罪的名义将世丰集团的董事长带走了，沈父也因此受到了牵连，公司的股票也断崖式下跌，这些都让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这时沈浩明却站了出来，他向父亲表明自己的新项目已经得到了远航基金的支持。沈父听完后很是惊讶，因为他明白这些人这些事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久居商场的他立马就反应过来，儿子早就有了周密计划。沈浩明见状也不再隐瞒，他表示自己早就对世丰进行调查，公司内部出现了极大的问题，爆雷是迟早的事。而为了让公司的股价回暖，沈浩明决定对外放出与首科合作的消息。这条新闻就是许妍的节目播出。这一番操作让沈父认可了儿子，渐渐的让他开始接手处理公司的事情。而沈浩明杀伐果断的手段，第一时间就是开除在公司在其位不谋其职的人。吴叔得知自己要被开除的时候愤怒至极，可沈浩明早有准备，他将这些年老吴在公司这么多年利用职务之便在美国和澳洲购置的房产全部都罗列了出来。老吴对此无话可说。晚上许妍来到公司准备和沈浩明一起去吃宵夜，这时老吴却过来了，他声泪俱下的哭诉着自己这么多年来对公司的贡献，希望沈浩明不要开除他，甚至跪下来求他。但沈浩明丝毫没有心软，你做这些事情之前就应该想到后果，留在公司是不可能的。沈浩明的这番话看似是跟老吴说的，实际上也是有意让许妍听。而老吴见这招行不通，竟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刀。走在后面的许妍发现后及时推开沈浩明，自己却被划伤。而沈浩明反应过来后立即将老吴给制止住。隔天沈浩明直接拿出附属卡作为奖励送给许妍。我不想要这个卡，必须带收下来，还有其他礼物呢。看着接了电话就匆匆离开的沈浩明，许妍心里很不是滋味。